以气御医，这便是天医吗？我身上的伤口全部都恢复了，金丹重铸，幻化成人。去吧，余生积德行善，可保千年修为。主人，我管理3月以来，该地人才凋敝，天降红金，无人可用，请您出手救治红山海，平中海之乱。日后我定兢兢业业，治四方，安天下。红山海没错，口吐白沫，三花聚散，不是癫痫，是什么？5年前，洪家错将别墅建在中海龙脉之上，现在要治的不是红山海病，而是红山海家下面所有的龙脉。请主人前往洪家治人。已经救完了。什么？治病不一定非要去现场，中医讲究望、闻、问、切，而天医讲究的是山、医、命、相。治人如此，索隆。千里之外，治病救人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一人。不错嘛，这趟中海没有白来。这个男人医术绝顶，不愧是父亲让我来找的男人。小姐，他虽是医术绝伦，倒也是配不上你。你不懂，这人是神医，但能以气治天，乃是天医。伏羲九针，名不虚传，以气定乾坤，以魂镇山河，千里之外，逆天改命。雷都不打示范人，有人花1000万买你的性，钱虽多，但你命宫无财，守不住。没有最后的遗言了吗？你这个年纪就该多读书。好大的胆子！还有，我治病的时候最好不要打扰我，否则大难自受。连洪家的人你都敢动？就算是洪山海来了，也得敬我3尺，为我8分。洪爷病重5年，身居隐士，不问人间。喂，东区美食街来一个洪家的人。东区美食街来全部洪家的人。你还真能装呀！我就看着你装。龙与蛇不同居，狼与狗不同食。在这偌大的中海，要找一个不知洪爷深情，不明洪家地位，不识日月辉煌，不懂天下大局，恐怕唯你江家赘婿一人了吧？侯爷，你的病好了。侯爷，你的病好了。混账！侯爷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让你大病初愈就惶惶而至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小小之辈也敢妄谈龙蛇！林先生，属下来迟，还望见谅。中海之内，八族为首，洪家为尊，能让洪爷如此尊敬，他虽为医，但天命不凡。哼，有趣。谁派你来的？只有一次机会。江飞燕。胡说！江飞燕是林先生的老婆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我真的没有胡说。林先生确有此事，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那林先生，我就先行告退，去准备一下今晚的敲钟上市仪式。还不快滚！告辞。主人，要不要查一下江家？不必，我相信江飞燕的人品。
老婆，今日起，你我你说什么？离婚，恩断义绝，各自天涯。这张支票没有限额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随便填。江飞燕，5年前我和你一同创立公司，兢兢业业。今夜你公司上市，上岸第一件，闲展意中人。这5年，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？你最清楚。我要的不是华而不实的婚姻，我要的是一双能够为我遮风挡雨的手，一双能够将我拖上9天之上的手，一双一手遮天的手。你怎么敢确定不是我这双手把你拖到9天之上？又如何使得我这双手不曾一手遮天？够了，庄丽儿，实不相瞒，5年前救你的人不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？那我再说明确一点，可可也不是我和你生的。5年前我利用你拿到林家至高无上的药方，这5年来的一切只是主人的任务罢了。我不许你和可可开玩笑，江飞燕，你是在骗我的，对不对？让中海万亿女王骗你，你还不够格。签下离婚协议，还我自由身，条件你可以随便谈。记住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和我平起平坐说话的机会。所以，还真是高高在上的江总买凶杀我。买凶？林月，我只不过是去除绊脚石。万亿帝国，江总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不承认也情有可原。但是，你不应该为了这万亿市值，自己的女儿都不认，何可不是你亲生的，孩子是谁？宋蔷薇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江家仆人宋蔷薇。为了得到我林家一支药方，你竟然骗了我5年！林月，普天之下，弱肉强食，实为自然。成王败寇，胜者为王。现在的江总掌握万亿帝国，中海8族臣服，身高入云，眼高过山。他现在站在你面前，浪费1秒都是对你最大的玷污。可江总啊，你不知道的是，你的成功不是江家世代的努力，也不是你骗到林家那一支惊世骇俗、逆天改命的药方，而是我林月5年前这颗报恩的心，这双错爱的眼，来为你披上凤凰火帽，将你拖到9天之上。你好大的口气！勇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事啊，我就是来看看这个地沟里的垃圾，为了挽留这万亿市值上市公司的广泛，究竟能把人丢到什么程度啊？这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没我说话的份儿。林月，该把嘴闭紧的人是你。飞燕能有如今的处境，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跟我没关系，难道跟你有关系？那你以为呢？5年前，若不是我把飞燕介绍给他的主人，哪来的一纸药方济世救民？哪来的万亿市值让中海8族成佛？主人，废物东西，恐怕你都不知道吧？飞燕的主人乃是盖世天仪，连王耀儿3更死，他敢容人造火坑，一针定乾坤，一针震山河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他便是那穹顶上的天，是连中海地下皇帝洪山海新任总督沈潇潇来了，也要跪见血。天错爱是为了江家的万亿帝国，你早该大梦初醒。这5年来，但凡你努力一点，今日江家上市，我或许给你个名分。可你穷极一生，只为挽回面子，你和我终究是天壤之别，日月不见。怜爱千日情，江总不顾你主人的任务罢了。是5年前，若不是我主人一针定乾坤，神医护8族，也不会有我江飞燕的今。离婚协议签还是不签？签。今日起，你我恩断义绝，东南雀飞。相处1000日，送行1天。我送你一句话：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5年前举世繁华，我能让你唾手可得，今日亦能让你强挽游诗。我看他是被气死。江总背景撼天，你如何让江总强挽游诗？且不说江总背后的主人，且不说8大族对江总的臣服，就算是一地柴米油盐，也足以让你折服。
今晚凤凰集团将七夕梧桐敲钟上市，希望你听到那一声正式钟响，能看清镜花水月，看清自己身份卑微，地位卑贱。何必跟他一个傻子计较，还想让飞燕失去一切？也不看看，我凭什么？凭我这只曾经权倾天下的手。权倾天下的手，你这双手呀，一个月连5000都赚不了，还权倾天下，一点什么？5年前，江家确实利用了你，但我对你并非完全没有感情。若今日你能像个男人一样，我们大可好聚好散。可你穷尽一切想要挽回面子，只会让我觉得你更恶心。今晚江家上市敲钟，主人也会亲旨。我希望你自觉低卑，永不入眼。山一命相5，您让我找的盖世天一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不错，这个男人本具私我，汉上倾其所有，我要追他。主人，属下办事不力，方才已经查清楚，当初救您的的确是宋蔷薇。至于江飞燕，她蛇蝎心肠，好大喜功，故意隐瞒了您。江飞燕的电话。姐，总督，麻烦你跟主人说一声，我已经完成了他5年前给我的2个任务，以夫妻之名和林月生活5年，并且将江家做到万亿市值。今晚江氏集团上市，不知道是否有幸邀请主入座敲钟。主人定当如约而至。主人，江飞燕她蛇蝎心肠，您为何还要参加她的上市仪式？万亿帝国，不过我要让他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这一身荣光、五彩羽翼，到底是谁给他的？可可，爸爸叫阿姨不是我妈妈，他们不让我叫妈妈，否则的话就不给妈妈饭吃。可可好想妈妈，好想叫一声妈妈。爸爸不好。妈妈为了保护可可，一直在江家做佣人。妈妈她人呢？妈妈被他们带到宴会厅上了。妈妈说让你不要找江家的麻烦，江家没人可以惹。没人可以惹，爸爸来惹；没人可以动，爸爸来动。爸爸，我想见妈妈。爸爸现在就带你去找妈妈。冯老，你一直知道当初是宋蔷薇救的我，而不是江飞燕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用吗？6年前你边际死亡，宋蔷薇用命救了你，你毒性发作，你把她给强暴了。她为了救你怀了身孕，变成了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你那时候在哪里呢？4年前江飞燕为了那一纸药方冒充你的救命恩人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正眼看宋蔷薇一眼？如今江飞燕她是万亿帝国巨龙盘天，就是你亲自用林家盖世药方辍养的恶龙，祸害众生啊！记住，从今天起，救林月的人是我，非你。若你守口如瓶，你宋家还有一线生机。5年前我错养恶龙，今日我变为中海，屠了这条恶龙。养龙容易，屠龙难啊！如今江飞燕万亿帝国，她是巨龙盘天，你用什么屠？用一个丈夫迟来5年的呵护，用一个父亲5年来的愧疚。江总，今晚江氏集团上市敲钟，可喜可贺呀！中海全家送上锦联一副。
100年来，中海第一个万亿世之，从今往后，旧王已逝，新王登基，中海坤家送上几联。旧王已逝，新王登基，中海逊家送上请联。中海耿家，中海郑家，中海肯家，中海对家，中海黎家，送上请联。中海商业女王昭中上市。不着急，今日上市仪式由中海总部举办。哎呀，5年了，我等的他终于要来了。怎么是他？好是繁华，可惜繁花易败，流水将恶，泰山遇他，穷典必现。林月，你还真敢来啊！江氏集团万亿帝国即将上市，中州蓬荜生辉，万里朝拜无，你也懂登堂自取其辱？林月，你做什么？做一个父亲，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。这里8大家族聚会，盛名江家上市，恭迎盖世天一。这里不欢迎你，更不欢迎你手里的这个贱种。歉了，8大家族盛名江家，都不配位。今日梧桐山庄8族朝拜，感恩上市，尔等感恩不配于我。林月，你今日来就是为了鸡头装凤。我等要朝拜要感恩的是5年前风雪万里，白袍加身，救病治人，逆天改命的盖世天一，而不是你过街重数，石躯龙椅，鲁王之辈也敢登堂入室，贻笑大方；小小之辈也敢身进庙堂，奚落众神。这里不欢迎你，滚！高高在上的江总，我林月不需要你欢迎。你心黑如炭，腹毒如蛇，不配欢迎我。尔等便亲侯，不分皂白，更不配欢迎我。大胆！我们不配欢迎你，那谁在欢迎你？你要干嘛？学长，林月，此乃太极黄袍，乃天一之物，退避三舍，视之必死，触之魂销。中海赵乾天，求神医治好我的眼疾之症；中海刘坤地，求神医治好我的腿疾；中海周迅峰，求神医治好我面部之症。治好你们并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尔等在中海需要倾尽全力扶持一人。好，5年前我身穿黄袍，千里之外救苍生护野狗，尔等8族野狗皆因我而活。狂妄出祖，狂妄太猖狂了！救江家护8族，穿白袍治天下的人是你？难道是？自然不是。药炉之内，帷帐之中，悬丝诊脉，逆天改命。太极黄袍，盖世天一。也是5年前扶持我江家的人。你我离婚，我本不想让你看到你和他的差距，但今日你蛇人龙潭，自取其辱。恰恰相反，今日我来正是为了看看你们知恩不报、必遭反噬的样子，正是为了看看你们惺惺作态、攀附权贵、求而不得的样子，正是想看看江家你们8大家族兵败山倒、黄河决堤、无可奈何的样子。8大家族户主，你如何看我江家倒台？5年前我已弃之8大家族，若今日8大家族不思馈报、助纣为虐，我衣袍一挥，8大家族如鸟兽散，溃不成军。可我钱家如今地位高耸，得天一旺气，统领金融业，如日中天。我8族不会倒，我坤家得天一旺气，如今身强体壮，统领运输业，蒸蒸日上。我薛家受天一旺气，统领制造业；我郑家受天一旺气，统领纺织业；我侃家受天一旺气，统治教育业；费家受天一旺气，统领科技业；我黎家受天一旺气，统领房地产业。你用什么让他们溃不成军？一群乌合之众，起高楼易，高楼塌更易。高楼不会塌，更不会因为你塌。你虚装天一，乃是对苍天不敬。不敬苍天的是尔等，我们有敬的是天一，而不是你这个地沟里的废物。真是目光如豆，有眼如盲。今日我便穿上这太极黄袍，让你们看看是不是盖世天一，我有没有万丈荣光。废物，你想干啥？这是天地黄袍，你怎么敢靠近？黄袍只不过是后人对我的尊称罢了。
我宁愿行医以来，一身百医，拯救黎民百姓万千，一手素贞，下探九幽黄泉去疾，穿上它。它是黄袍，我不穿它，它只是衣服。放肆！什么？放肆！盖世天衣，太极黄袍，岂是你能辱的？大胆！这可是黄袍，黄有虚情，抗之必亡。住手！住手！林月，你干什么？我来见你，我来让女儿叫一声妈妈，我来拿走赠予蒋飞燕和八成的一切，我来拿回太极黄袍，我来把这些年亏欠你的全都补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初你救我的事情，我已经全都知道了。知道了你还来？这些年你从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你。但今天是江氏集团上市的日子，你来这闹事，无异于是将我跟女儿当火坑一样。坑你腿？不然呢？这5年来，江家发展的太快了，已经成为中海一手遮天的巨力。徐龙，5年前我一时错爱，用尽一切，穷极一生，全力支持江家发展，反照高楼平地起，让本该独享福泽的你，在5年间沦为庸人，而本是居延附势的他，却假成龙恩，独享着万世之荣。今日我林月握住刺刀，信守战报，今日便要为中海除掉这条居在上空的恶龙吴龙。江家万亿帝国，仅仅是因为江家上市，还看不上你这个废物，你竟然在这里大放厥词！还好我江家果断，和这个废物断了关系，不然要受到多少牵连。至于这个贱人嘛，你和这个孽种迟早要死在他的大画中。江总眼光果然毒辣，知道全身而退，否则怕是要牵连不止，小命难保啊！真是山鸡配野狗，你们2个在一起天生一对，他为贱婢，你为小丑。立令之婚，过河拆桥，当年救助江家和8大家族，是我毕生最后悔的选择。今日万亿资产易主，今日后西装革履，成万亿帝国。林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，大放厥词，迷惑众生，还说你没疯；坐井观天，虎口乱纵，还说你没疯。林月，我们走，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林月，我说了，今日我要将赠与江家的殊荣一并给你。5年前我怎么给他江飞燕，今天就要让他怎么失去。5年前我怎么救的中海8族，今日我就要怎么救你。宋蔷薇，你看看你选中的好男人，5年前他把你推下地狱，今天他还要敲骨吸髓。林月，走，今日梧桐山庄群龙汇集，伸手探鱼，覆手入海，这种地方不是我们这种下层人能来的。今日梧桐树塌，凤凰羽拆，今日我为王，你为后，王之后遂，5年来的屈辱，今日也训话你。够了，林月，5年来你不曾帮过我一次，我也没奢望过你认可。我以为5年前你只是辜负了我，只是不记得我。今日一看，你夸夸其谈，坐井观天，信口雌黄，满嘴胡诌。我为5年前倾尽所有救你，感到后悔，欲尽黄袍，满身碎骨。还是宋蔷薇当惯了下人，识大体啊！他若不识大体，他身贱如民，难活乱世。林月，宋蔷薇都知道，今日江家上市，天一将至，你们身份卑微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不进黄袍3尺。进了，进了！我说不来，黄袍无主。道难明，你怎么不说这梧桐山庄是为你而开呀？你怎么不说你是盖世天一呢？他有当天一的心，却没有身披黄袍，一气镇山河的威。权势是男人最好的威武，一个男人最应该保护的是万里的河山和家里的父母、身边的兄弟，还有怀里的女人，而你一样也保护不了。想吃呀？好，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想吃是吧？吃死你！找死！难道他真是天一？大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天一？能有什么事？年老体衰，有点病很正常。
他不过是假借黄袍，暗夜行凶，说不定就是这小子搞的鬼。尔等受天一望气，乃有尺寸之地，乃有当发展。今日背信弃义，长幼不尊，天怒气散。天一望气，天怒。林月，什么狗屁天一啊！当初天一确实治好了我们，但是天一不可能怒，你更不是什么天一。不是天一擅穿衣袍。林月，你敢擅穿衣袍，还不脱下？穿就穿了。吾知此衣袍为太极黄袍，地位等同于国主黄袍，两面同袍，世间常有。林月，这些年在江家，真是将你养成了个废物。太极黄袍一共2面，唯有盖世神医能穿。白面为扁鹊救世救人，白袍现千里战事停，万里江河无恙。黑面呢？黑面为严军灭世，黑袍现所有被神医所救之人，无论身份、国籍、地位，都来报救命之恩。黑袍可调宗师10万，可调用精兵100万，可护山河万里。至今那位神医还没穿过。盖世神医心系天下，自然不会穿黑袍。而你林月穿上了衣袍，也不过如此。当初林天选穿的这件衣袍，手掌天下气运，脚踏阴阳2界，浑守天下，抬手地险。不过只是吐了一口血，足以证明你非天意。得罪你，不叫知恩不报。黄袍加身，不过如此。幼猫学虎，反类出拳。如若你真的是天一，就让我等看看你能否断我等气运，否则今日侮辱衣袍，当死当诛，当死当诛。林月，你还不快滚！这里所有人身高如天，你身份卑微，地位卑贱，不足入眼。既然天一望气你们不要，那我便一并收回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这个眼睛看不见了！哎，我的天！我的天啊！我的头发！小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他真的是天一？太极黄袍乃天一之相，私穿此袍必定有天地之威。林月，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吗？报复？江总，你卑贱之子，不配谈报复。林月，你心如针眼，穿上衣袍，颤动了天一望气。我等虽然拿你没办法，但是你的妻女就未必了。给我擦！擦了！听不懂吗？这个废物，以天一之威让你光鲜亮丽，但是改变的只能是外在，改变不了你这个贱人为怒为卑的心。林月，你不是想要面子吗？今天就让你看一看，这5年前为你付出一切的女人，在我们权贵面前是如何低头下跪、丧尽尊严。宋蔷薇，抱歉，我万亿帝国商业女，给他一个狗都不如的下人道歉。江总，林月他是胡说的，我这就擦，你给他一次机会。不需要他们给我机会，他们更不配，不给他们机会。5年前8大家族身患绝症，回天乏术，若不是我一气之天，妖魂入药，中海不会有8大家族，否则8具尸体罢了。皇恩浩荡，不识感恩。如果说要感恩，那是对盖世天一林天选，而对你，我们这种冒夺天威之人，最有感恩的方法。5年前若不是我商业狙击宋家，宋蔷薇便不会沦我为奴。这就是我们对狐家后为之人的感恩。说什么？4年前宋蔷薇临产，暴雨倾盆，是我带人拦住了他的巨鹿，将他沉塘于湖底。为什么你的女儿一生下来，脑部就有问题？这便是我们对欺天蛮汉之人的感恩。还有我，3年前了，你女儿高烧，要不是我带人拦住宋蔷薇去医院的路，这便是我们中海8族对你的共同感恩。还有我，2年前我一手遮天，提前跟中海所有学校打招，让你女儿没学校可读。还有我放下了房地产通缉令，他们娘俩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们不配为人，当入地狱！你们不配为人，
当入地狱。你不是要报仇吗？你不是要雪恨吗？你不是要喜悦吗？8具尸体，林月，为了不让江家将你踢出去，你真什么话都能编出。当初天一以气治病，以魂入药，逆天改命，实属无错。但你不是天一，身穿白袍无法救世。你若是天一，自能报仇。你若是天一，自得尊重；你若是天一，天下归你。但你终究不是。你们将仇报，亡我5年前以计为引，救尔等家族。你无恩于我们，有恩于我们的是江家的主人，是盖世天一。林月，你今天来到底要干什么？你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和女儿被逼入绝境吗？我来是为你洗清所有冤屈。洗清冤屈需要的是实力，你今天来只会让我的伤口刺痛，平添愁容。5年前你已经让我失望一次，今天你是让我绝望，对吗？说你真是天一，自有这能耐，但你并非天龙，何抵鱼虾，还敢撼天？跪下，否则有辱天一，我江飞燕第一个不放过你。跪下！不尽恩义，我赵钱天愿与江家同袍，不惜一切代价诛杀。我训家愿与江家同袍，不计一切代价诛杀。我坤家江家同袍，诛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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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医术轮不到你这种卑贱鼠辈谈论。8族俊杰，若非天一救主，皆为当世蝼蚁，身残体魄。万一江家若非天一药方，皆为过街蛇鼠，家败人亡。受滋养之恩，不思馈报，得天一庇护，不食真龙。农夫与蛇，恩将仇报。你们可知他是谁？风云天一，孤云天一，孤云天一，孤云天一。今日梧桐山庄，谁敢欺林先生一时？骂林先生一句，便是和我作对。你是什么？我纵横中海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见过他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哎，你不会是林月请来的一条狗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会是条狗吧？再大声一点！我说你不会是……打我！老子可是中海洪家之子。打了便是打了，就是你爹来了，我也照打不误。黄毛，你到底是谁？早知道洪家有你这般杰出的后人，你爹得天颠是理所应当，我就不该求先生救治你爹。一公一母，好不交争呀！众人皆知天颠无药可救，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也罢，你爹刚刚清醒，我便让他过来看看，他一手养大的儿子是何等的禽兽，让他看看他的家业是如何被你败光。1小时前，他治好中海龙脉、红山海，千日疯癫，一朝清醒。沈东升半截入土，起死回生5万里，修为尽废，丹田重铸。此非天一，天下何许？啥？千日疯癫，一朝清醒。你要说别人，我还可以假装不知道，但是说我爹行了。我爹触犯神明，吃疯傻癫，早已无力回天。治病就治病，还能扯到龙脉？传闻中中海的确有一道龙脉，但那毕竟是传闻啊。若洪山海亲至，我们必信。可惜啊，你说话言不逾实，鱼目混珠。男人的尊敬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。我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找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但今日是我江家上市，更是我龙国群医聚首，你难撼天地之威。江飞燕，我想你是搞错了吧？何错之有？5年前药路之外，乃天一以伏羲九针救8族，捧江家。江飞燕，伏羲九针与天地灵气而生，尔等不敬天一，罪同罚天。上天不会降罪，一定是你林月私穿衣袍，犯天一妄弃。对，就是你，从中作梗。林月，杀人于无形，罪大恶极。江飞燕，身为医药世家，中医武术，你悲可怜。闭上你的臭嘴！我若是闭嘴，在场必会鸦雀无声，无人再说一句话。今日中海群医聚集，天一将至，哪怕他们真的旧伤复发，天一若治，人治病除。对，当初天一能治，就能再治。虽小事情，也蝼蚁害泰山，驱虫之计，贻笑大犯。眼瞎了，心还没瞎。天一将至，你无故遁形。我劝你，最好现在认错低头。认错？
若是5年前，我还蒙在鼓里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5年后的今天，我重回巅峰，身着黄袍，你说是什么？今日便是你的巅峰。今日过后，我想高高在上的江总，别说你连上桌吃饭的资格没有，喝汤的资格都不够。我建议江总还是紧紧地盯住中海所有的垃圾桶，毕竟你还有这么多江家的人要养活。5年前我如何给你、给中海8家的一切，今日就如数收回。我等都要看看你如何作为，我等愿意试试天为几何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撼动我江家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5年前，我将续命封给你，已有如今江家尺寸之地。5年前，一切殊荣都是我白手送你，如今我要如数拿回。这个钟你敲不响。林月，你疯了！这钟不择日期，只等天意。除了我主人，谁都不能动我江家盛世的钟。江家5年前能发家，全靠主人背后支持，一人一语便可以让江家成为中海翘首。林月，现在总督在，正是你下台的好机会。我为什么要下台？他们谁又敢让我下台？我没有听清楚吗？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5年前救下中海的天一所准备的。我知道你今天来是为了帮我出口气，但凡事都要量力而行，审时度势，否则就只会适得其反，事与愿违。放心，这万亿帝国天王老子来了也是你的。坐。今日群龙聚首，万亿帝国上市，主人即将亲临，他哪怕真是总督，也保不了你。8族聚首，苍天来撼动。江飞燕，你自己要作死，不要带着中海8族。中海8族，他们甘愿臣服于我。平月，这便是你所有的底气。好言难劝，该死之人！你真以为你骗到的一纸药方能成就万亿帝国？天一一怒，泰山崩于地，苍穹趴于前，8族同罪，罪无可恕。属下请命，亲中海所有，以阻止江家上市。也罢，既然江总一心想要天一敲钟，我便帮他实现这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帮我实现你的身份卑贱入骨，幻想也好，梦想也罢，你用什么来实现？用这一世的荣光，用我这颗炙热沸腾的心。心，我没有心，撼动不了我分毫。那黑袍加身可能撼动江总这具红粉骷髅。黑袍加身，你可知道何为黑袍？一件衣袍平平无奇。货长，你懂什么？在普通人身上，那的确是一件衣袍，但在我主人身上，便是太极黄袍。当初他身披黄袍，龙战于野，兽风屠龙，信手斩天。是吗？原来龙雀江总的主人如此崇高。你知道就好。我承认和我离婚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损失。我承认5年前江家迫不得已利用你。若你想当缩头乌龟，屈居于我江家之下，我江家倒也可以负你一世荣华。可惜啊，井底之蛙妄图吞天，以地沟蝼蚁，占光耀日月，终烈火焚身。以江海临沙拦黄河，使深藏长河。林月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不需要。林月，你要干什么？放下！我要拔凤凰的毛，抽黄龙的筋，灭麒麟的火，敲江家灭门的丧钟。无知无畏，这钟一响，江家万亿帝国上市，连带钱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8族同享盛世。5年前，你真以为我看上你手里的药方？我这一辈子看上的男人只有盖世天一，在我心里早已经奉他为主。5年前是我主人的任务，才让我给你苟且5年。原来这一切是江总主人的任务，难怪江总美貌无双，竟让人看上这种货色。今日我们8大家族共享盛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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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享盛世。林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今天是我江飞燕一辈子最重要的日子，你若乱来，别怪我。怪什么？若不是我5年前错开你只为马雀，空有五脏，难上9年，不得不走。林月，你快过来吧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没闹够，我说过5年前我错付给他的，今日我要让他一并还给你。林月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江总，林月他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看在我在江家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放过他吧。放不了，不需要你放，他更没资格放。宣布江家万亿集团归宋蔷薇所有。
厉害啊，厉害！这样的牛都敢吹，万亿集团坐在这，你就能给宋乔薇？蝼蚁自然不知道日月有多灿烂，那我还真想看看这日月有多灿烂啊！林月，你快过来！这红毯是为我主人而铺，站不得。上市的第一声钟响，必须要我主人亲自敲响。江飞燕，为了讨好我，你的确费尽了心思，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蛇蝎心肠，是中海的一头恶龙。今日你百般讨好，不会正眼看你一眼。你真是让我失望至极。和你离婚是大势所趋，是时代之选。5年了，你未曾学到我身上的一缕光芒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只会满手孤舟。那会不会是江总本身就暗淡无光？林月，你还不快下来！江家万亿帝国，江家背后更是不知道何许人也。你真的要把我们母女俩推向深渊才肯罢休吗？我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中海的万亿女王。今日之后，旧王已逝，新王登基。够了！这5年来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作为江家佣人，我历历在目；你的所言所行，我字字珠玑。今日是江家上市，8族护主，8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你拿什么撼动这一切？还不快下来，跪下，给江小姐道歉！要不然，就算是总督，也护不了你。道歉没用了。我主人若到了，就凭你对太极黄袍不敬，五马分尸，满族变门，罪不可恕。朽木一蛇。既然你想学终身，那么让你听个够！混账！不过是上市的小众，是江家老人的丧钟，是8族灭亡的警钟。据悉，中海万亿帝国江家在上市当天估值暴跌，有兵败山倒、成空将死之势。林月，你非要走到这一步？是江总那颗黑若深渊的心把我逼到了这一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敲苍穹之下第一人的钟！你不乐意，我不乐意，你敢不乐意？我洪家愿赌上一生所有，宁愿在会场带血，他寸步不离。你算什么？蝼蚁而已。若不是这5年来我为了报恩隐姓埋名，你连正视我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区区一个江家赘婿也敢与钱同威，洪家地位不够，那加我前程赵钱天呢？不够，那加我昆城刘坤地呢？够，我虚城朱迅风呢？我艮城张艮山，镇城钱正北，我坎城徐坎水，我离城田离火。蝼蚁聚会，坐井观天，不管这井底多少只没有见过世面的青蛙，难窥这世界一寸。不可理喻，5年同床共枕，我都无法想象，是怎么忍下来你？既然江总无法想象，那我便帮江总提高一下想象空间。你们确定也要与我为敌？当然，一指铁头，有何不敢？若站在这里的人盖世神医林天选呢？造反权跟林天选岂是你能提的？若是盖世神医护国为疆，济世救民，我等自当为神医拱手。若是盖世神医，我训家愿交付性命。可你终究不是，可你相距甚远。林月不过是一纸药方，我承认续命药的确厉害，但止步于此。林月，虽然你敲碎了钟，但江家还是上市。沧海一林，难撼大树。宋蔷薇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一生挚爱，终成错付。是吗？那么请问江总，可曾听闻这市面上有公司上市当天就破产？不曾有。那今日便有了。林月，你说有就有吗？你真以为你是皇权，严处法随吗？林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没闹够。我说过，欠你的10倍、100倍不还。今天该坐在这里的人是你，我要让江飞燕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要坐在这至高无上的位置，拿回本应该属于你的一切，让他下跪道歉。林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江家底蕴深厚，人脉宽广，
今日已不是来找我共享殊荣，而是把我往万丈深渊里推。江家能有今天，靠的是那济世救人的药方。江家万一失职，高山雷起，你推不倒。林月，看到了吗？就连宋蔷薇这个仆人都比你有脑子。哼，万亿帝国岂是你说破就破的？如此嚣张，张扬跋扈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敢对江总不利，敢对中海第一股不利，我等定不放过你！不必，我倒是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林月，一个男人若只有嫉妒，只有不甘，没有努力，人生路漫漫，走不长。是吗？是。5年前我从你手里拿到林家续命方的时候，大局已定，那一纸盖世药方在你林家手里是王族之方，而在我江飞燕的手里是济世救民的良方，是万亿帝国高楼地基。我并不认为抬高药价垄断市场是救世救民，林家药方取之于民，当用之于民。这是江家垄断市场、抬高药价的盖世药方。你懂什么？这个世界成王败寇。江总的心从里黑到外，同床共枕了5年尚且捂不热，我自然不懂。不过今日，我希望江总记得要做的事。说完，带上这个下贱的佣人一起滚。今日我来，你退市、破产、下跪道歉。退市也恐怕做不到。林月，这几年你一直坐井观天，可能不知道，整个中海的金融体系都由我洪家掌握，上市已获批准。今日，除非我爹来，否则没有人能撼动这苍天。这事你爹来了呢？我爹来，我爹要是来了，我跪下来叫你一声爹。你废！我爹要是来了，老子自断一臂。但事与愿违，天不顺我心。我爹已经疯癫多少，卧病在床，行将就木，半截入土，待断天收。林月，洪山海多年前已经被确诊了天癫症，精神也从那一天起变得疯癫异常。这你都不知道，还在这硬装？你们叫不来，不代表我叫不来。啊！你叫好，你叫我们看看，这中海的天会不会回应你？我也想看看这中海的天会不会醒来。洪山海，你报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，10分钟内来梧桐山庄，让江飞燕退市。装的还挺像，没想到在江家窝囊了5年的废物，竟然还有洪山海的电话。有电话？我爹啊，连眼珠子都不能动一下，有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他接了吗？接了。好的很。林月，我见过无数个吹，没见过连将死之人也敢吹的。你说洪山海要死了？当然，老子连棺材都给他准备好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洪山海竟然有你这样的孝子孙。待会儿他来了，希望你还能有现在的嚣张样子。他来不了，要来也是躺在棺材里被抬来，也是化作骨灰被端来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林月，洪山海确实已经瘫痪痴傻，整个中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他怎么会来呢？我已经将他治好。他远在千里之外，你怎么可能给他治好呢？千里之外，悬丝阵外。宋蔷薇，你现在看清5年前你用命保护的人，只是一个夸夸其谈、虚伪、狂妄、无知、愚蠢的混账。也来不了，也不会来。江家不会退市，更退不了。万亿帝国不会倒台，万事江家不容践踏。谁说江家退不了市？江飞燕垄断医药市场5年，不顾众生死活，抬高中医价格，江家今日上不了市。爸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有耳不闻惊雷，你们可知道他是谁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体恢复了？我怎么来了？刚才不是说我半截入土，要抬到棺材来吗？爸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可能有什么误会。你比5年前还看着年轻了。你身体恢复了吗？我这东西要是没有天一出手，逆天改命，今日我洪家竟气绝。你说是他？不是他还是谁？你老糊涂了，他就是江家的一个废物。你一直都住在龙湖山庄，千里之外，世外桃源，外面人根本就找不到。我跪下！什么？我让你跪下！来人，
这是干什么？男儿有志，言必行，行必果。你刚才说过什么？难道你都忘了？爸，你要让你的亲生儿子自断手臂？你是要手还是要命？你自己选吧。洪山海感谢林先生救命之恩。洪总，你瘫痪癫痫，就连江家的医药都治不好你。洪总，我能体谅你刚醒过来，心有怒火，但是这是梧桐山庄，不是你硬气的地方。硬气？那我就让你这种地沟蝼蚁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硬气。我宣布，从即日起，江家退市封杀，永世不得上市。洪山海，哪怕中海金融以你为尊，但这穹顶之上还有天。江家退不退市，是你说了算的。你们得罪了中海的天，无人能幸免。江家金融憨厚，神仙来了，江家万亿帝国不会塌。是吗？江总，你何不看看新闻？女儿，怎么了？江总，出什么事了？张总，别怕，天塌下来，我们8大家族与你同仇敌忾。续命方的药方被他公之于众，江家的技术壁垒不复存在，股价上市暴跌。庭月，这便是你今天的底气，抽薪直费8倍3元。江总，我林月的底气从来不是那一纸药方，而是自己。即便是所有人都知道续命方也没有用，江家供应商万千，续命方的药方早已经不是秘密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5年前我给你的续命方，实为我5岁自创药方，被称为小续命方。今日我手上的大续命方，是集我毕生所学100倍于前方。今日我公之于众，天下医术免费于民，百足之虫，当死当将。林月，续命方明明是林家狗药，上仙为天医，1000年来的供养才有小续命方。你无识无知，竟然说小续命方是你5岁自研。江总，你们家的废物赘婿，这牛可是越吹越大了耶！没有人写出续命方半个字，这5年也不会让江家养着你。女儿，你说是吧？女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今天这场合6年级感情，更不如给他面子。这药方确实优化了之前我们续命方的所有缺点，浑然天成，巧夺天工。这不可能！他只是一个废物而已。难道这5年我错怪了你？你别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！妈，续命方是神方，续命方能逆天改命，靠的就是那些名贵的药材，所以千金易得，一方难求。他这个配方用的全都是廉价的药材，一旦推广，我们江家的垄断将荡然无存。续命之方天下有之，盖世良药落入凡间。这不可能！这药方你怎么来的？随手一写。盖世天方，你随手一写。林月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吹牛啊？江总不屑，但依旧阻挡不了江家退市破产。你高高在上的江总下跪，切！我看这盖世药方根本不可能是出自你手。不是我，难道是你？今日盖世天医林天选将至，爸，对战此一次，人走错千里，洪家1000年积养功亏一篑。这药方一定是林天选所改，此乃神来之笔，乃天官赐福。对，一定是林神医改的药方，简单几味药方逆天改命，造福苍生。你不过是冒夺天医之功。你如何识得我不是那白袍救人、黑袍灭世的盖世天医？什么？说你是盖世天医，能治好我爸的病，说明你确有逆天之能。但你终不是5年前以气治8族的林天选。林月，之前的屈辱我都可以忍，但林天选是我江飞燕毕生的偶像，也是我的主人，天医不可辱。天医悬壶济世，不可辱。江飞燕，你道貌岸然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这5年来，你所作所为是在亵渎盖世天医。你要尊严，那我就给你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不打扫，真以为自己是大小姐啊？
林月，你干什么？我说过，从此以后我会忘你为后。今日我来，也是为了不让你受任何一点屈辱。你现在就是在让我受辱。我知道你是想挽回面子，想让大家高看你一眼，但是男人的面子从来都不是靠嘴来换的，从来都没有靠嘴。今日这里也当添一把椅子。今日往之后岁，我要让他把这5年来欠你的一切加倍奉还。让开，别打扰我工作。好好擦，擦干净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翻身做主人。爸爸，他们欺负妈妈。我看谁敢！林月，到此为止吧，再这样下去，只会让我陷入更难堪的境地。本来念在夫妻之情上，你林月闹事儿，我也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但你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乱闯。今日起，我将让你清楚人间无情，世道残酷。林月，你可知错？我的对错，轮不到一只蝼蚁评头论足。嚣张狂妄，目中无人，眼空心大。我为难不了你，但今天还有一人能为难你。穿上黄袍，你也不是盖世天一。你显现不出黑袍之威，你更拔不出屠龙之刀。我倒要看看哪只老虎把那这满身骚味的狐狸站在他身边翘起尾巴，谁又敢让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？你不是说今日你来要让我江家退市破产，让我江飞燕下跪道歉？你公布药方联合红山海的确能让我退市，但我江家现在赚得盆满钵满，八族同护我江家，你如何让我江家破产？找死！匹夫撼大树，8大家族区区蝼蚁，尚不护家之犬。说，中海硕大，未曾见有一人狂如你。蝼蚁理应厚积薄发，而不是狗急跳墙、无能狂怒。给我造！将死之人，重病之躯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我靠！这没了。有点医术有什么了不起？中海8族共护江家，哪怕你公布了续命方，难动江家的根基，是吗？8族要共同赴死，赴死！我倒要看看如何赴死。江家若死，钱家愿意同死；江家若死，我坤家愿同死，愿同死，愿同死。林月，看到了吧？你林家药方只有在我手里才能发挥如此遮天之用。没看到你，我只看到一群蝼蚁集体赴死，我从未见过如此要求之。既然8大家族集体要求破产，我这一世行医救人，今天满足他们的愿望。通知中海所有被林先生救过的人，现在是他们报恩的时候了。5分钟内蚕食中海，让中海被一手遮住的天塌下来。演的可真像呀！哎呦，这次呀比之前更专业了。不过待会儿江总要是报复的话，他会更惨。但凡你是个男人，现在也应该给他们积点阴德。江总，就这废物赘婿，恐怕连万亿是什么概念都不清楚吧？我作为中海金融行业，我就给你普及一下。现在江家的市值，就算你是月薪3000，要存够这1万亿，你需要3000万年。你需要从侏罗纪开始存。他恐怕不知道，1万亿换成钱都有1万吨，足够压死他。林月，看到了，这便是我5年来的成就。以林家那一纸药方落在我手里，你应该感觉光宗耀祖。江总赚的钱，心不但黑了，连眼睛都看不明白。你这蝼蚁如何撼动天地？如何让我江家破产？我8大家族联合江家，财富超越中海所有资产90%。你现在要撼动的不只是万亿帝国，而是整个中海。匹夫之勇，出头效比。是吗？什么？坤总，怎么了？我们坤家破产了？不
可能！刘家是中海船舶之父，掌控所有船舶制造，属于垄断行业，谁敢对你动手？什么？世界第一造船家族，世界10代影视豪族排名第8的奥纳西斯家族。怎么可能？奥纳西斯家族签订过不战之约，绝对不会对国内船舶业动手。江总，我也不知道，江总救我呀！什么？怎么了？江总，钱家破产了！不可能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洛克菲勒家族封杀了我们钱家呀！世界第一的石油狂销，世界影视豪族排名第2的洛克菲勒家族。是啊。戈尔文家族封杀中海，郑家破产了。江总，沙克皇室封杀中海，钱家破产了。江总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引势出手，封杀中海8大豪族，集体破产。江总，中海8族都破产了呀！这不可能！女儿，怎么了？妈，江家破产。妈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才短短几分钟。事实证明，要让我存1万亿，我可能需要从白垩纪存起；但要让1万亿破产，我只需要一句话。哎呀，林先生，求林先生放过我们呀！哎呀，洪总呀，我们家和您渊源不浅，还请洪总帮我赵钱钱说2句好话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！我早就劝过你们，刀山你们要上，火海你们要下，如今你们如愿以偿，岂不知那不是刀山火海，而是与天抗衡，地为敌。林月，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现在你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5年的错爱会迟到，但一定会到。当初我是怎么将凤冠霞披在他身上，今天我就怎么给他拔下来。业绩终究是业绩，他不上9天。江飞燕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厉害，厉害！是我江飞燕低估了你，原来你是有备而来。可惜你压不住我，退是可以，破产可以，下跪道歉不可能。我江飞燕的头生下来就高人一等，低不了头，皱不了眉，后不了悔。江总，话可不要说得太死了。你压不下去我的头，总督压不下去，红山海更压不下去。豪杰聚会依旧蓝汉苍天，白骨齐鸣，不振日月。他们压得下的人，我来压；他们压不下的人，我也来压。中海江家受盖世药方之恩，不知感恩，不识真龙，有罪。中海8族受逆天改命之惠，不知答谢，不辨真龙，同罪。苏子墨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上京苏家那可是大家呀！没想到上京苏家都来了，看来这次江家上市备受瞩目。这下完了。有什么完？你不知道，上京苏家是龙国数1数2的大家族，江家上市，苏家亲至，这说明苏家对江家十分重视。中海江家凤凰集团总裁，欢迎苏小姐。你说你叫什么来着？中海江家江飞燕。没想到江家上市竟然能得到苏家的关注，幸会。江飞燕，没听说过。苏小姐不是来找我的，那是来做什么的？和林先生离婚的人是你？是。忘恩负义，蛇蝎心肠，兔死狗烹，不配为人。苏小姐，你是为了他而来，他一个废物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不容庙堂之高。你看一眼，脏一眼，说一句，会嘴，闻一声，而辱。还没伤够你是吧？好。苏子墨，你到底干什么？与其问我干什么，不如问问江总自己。狗眼看人低，丧尽天良做了什么？你看不上的，乃是人中之龙，炎火之凤。你看不上，正是我苏子墨倾其所有，毕生所求，千金易得，一夫难求。上京苏子墨主动追求林先生啊。上京苏家送上鸳鸯玉佩一对，夫唱妇随。上京苏家送上上京龙凤呈祥邀请函，即日起龙腾万里。
上京苏家送上清仙丹1粒，即日起，林先生便是上京苏家的第1张牌，而上京苏家将是林先生的底牌。原来这林月今天赶来闹事的底气是来自上京苏家。苏小姐，你至于吗？为了这个废物！林先生，我苏子墨愿意用这一世繁华，求林先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你是在跟我求婚？怎么，我没有这资格？众生平等，何谈资格？但我林月这一辈子，言有玫瑰，不容群放。仅仅是因为他5年前救过你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丈夫的职责，一位父亲的恪守。苏小姐，此人满口胡诌，妖言惑众，断不能信。 5年来，林先生对你无微不至，而你5年来孤傲自满，自以为是，眼若针芒，心似黑海，受皇恩于天，却怨天不母，企图弑天，但这天你弑不了。看来苏小姐，你是非要保他。不错，哪怕看不上你，你也要拿几百亿，拿着苏家至宝，还倒追一个废物。第一，他不是废物；第二，你还没有资格谈论本小姐。论身份，论地位，我的确不如你。论什么？你如我？论背景。饶你是9天之巅，上京苏家也不敌我背后之人的1/1000，这便是你所有的底牌。你说什么？靠药方，你能让我退市；靠红山海，你能让我破产。但想让我下跪道歉，靠苏子墨不可能。我林月靠的从不是别人，我的底气来自弟弟。5年前被江总埋进去的那颗干净的灵魂，来自我满腔的愤怒。您的错付。人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往往最爱面子的人，最后越是没有面子。今日我便告诉你，我江家凭什么独占鳌头，凭什么凤栖梧桐？我要让你看看我江飞燕的底气到底是什么。看来天要塌了，看来天要塌了。教授，这是何物？你有所不知呀，这是天王令，能调动北境4大天王之一的天王令。不错，一令出，万旗至，万里江河，一骑绝尘。可是江总一身素装，如何有的天王令啊？这东西怎么在他手里？天王令，战神为山，可靠一世。苏小姐，与苏家底蕴虽厚，但今日撼动不了这万亿帝国。天王令而已。还是说你苏家刚必到，连天王令都敢对抗？跪下！天王令又如何？为所爱之人生死魂销，不足为惜。好一个生死魂销啊！红山海还不跪下！我红山海年岁已高，行将就木，生死为白骨，名留垂千古。我何惧之有？好，你们一群有气之人，今日我就沾沾你们的锐气。他们家底厚，命格硬，怎么你也钢筋铁骨？妈妈不要。难道你想看着这小杂种和你一样万劫不复？今日所有的一切都为我主人准备，光是他身披衣袍坐在椅子上便是死罪。月，你还不快下去把衣袍脱下来！你他妈笑什么？我笑小丑聚会，虚张声势；我笑野狗集合，妄谈日月；我笑丑态作贱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却终究要仓皇谢幕。天王令在此，你敢说这是鸡毛？鸡毛，你尚且不配。坐。林月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要让你坐在你应该坐的位置上，我要让你享受你应该享受的万世荣光，我要让我的女儿站在阳光下沐浴清晨，我要让那些腹黑之人万劫不复，我要让这5年的错付一朝相还。走上这把交椅，今日后我为王，你为后，王之后岁，鹰燕相伴。今日你为天上女王，他为阶下之囚。好，
庭月，你有种，可你有种，宋蔷薇敢做吗？庭月，你别胡闹了。江飞燕有天王令，江家背后有天王支持，黑夜漫漫，我们翻不了身。天王令，北京有4大天王，你手里的天王令是哪位天王？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北境胡远山。胡天王！哎呀，江家背后有胡天王的支持呀！胡天王可是盖世天一林清玄手里最信任的天王。庭月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哈，江总拿了一块鸡毛，还真当令箭了。胡远山何惧之有？狂徒！若胡远山站在这里，你定屁滚尿流，跪地磕头，满头是血，不得轻饶。胡远山北境逃兵，北境行军1000年，天王多如牛毛，而胡远山是唯一一个被除名的天王。胡远山被除名了，有意思啊！你连胡远山都敢威胁，可惜了，林月，胡天王不像我们一样好说话。今日他负责大会安全，你辱他，定丢命。你干什么？你说胡远山就在外面，现在知道怕了？为虎作伥，让他进来，让他沏茶自尽。你让胡天王给你沏茶，你还让胡天王自尽？林月，你可是胡天王，照上不误。林月呀，你可真能装，上天王沏茶自尽，千步之内唯你一人呐！啊！胡天王，有人要赏你沏茶自尽。5年前，我江家曾不小心养了一条狗，现在这条狗要反咬江家一口，他准备充分，势必要让我江家难堪。准备充分，不过不死。胡天王，你来了。我一世英名，谁敢让我给他沏茶？是他，就是这个混账，是你。林月，他根本不认识你。是我。林月，看到了吗？胡天王根本不认识你，这下装过头了吧？要把自己的命装出去了。是吗？胡天王就是这小子，他说私穿太极黄袍，他还说你是1000年来第一个被北京除名的天王，他说你是北京之耻呀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是在北境从过军？算是。林月，见了棺材你还不掉泪？负了黄河心不死？身份太低微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北境咧咧的，天威不母啊！我不算什么东西，我只算得上是一名军医。我以为你是真龙凤，没想到你只是一个叫声大的泥鳅。但我知道北境酷寒，自加入北境军旗，便是将心脏献给万千民众，而不是临阵脱逃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今日你私穿太极黄袍，我等将为天一之名将你斩杀于此。私穿天一之袍，当臭皮八斤；私穿天一之袍，当忧国焚尸；私穿天一之袍，当屠戮九族，以儆效尤。胡远山身份太低，见识浅薄，而赴高山，不见远海，自然不知道你便是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，盖世天一林天选。你是盖世天一，盖世天一林天选，当身披太极黄袍，手持战龙之刃。你来会场半炷香之久，但战龙之刃未曾拔起。我非圣贤难见天一，但我不失你战龙之刃，不会不失。庭月，若为天一，即为真龙，国主刺刀，龙刀自食。若想证明你便是消失5年的盖世天一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就是登台唱戏，舞文弄墨。若你能拔出战龙之刃，你便是盖世天一。我等别说是赞你一嘴了，自当奉为尊。办法是好办法，可你终究不敢拔。披上凤凰毛，你依旧满身激愤，自闭牢笼。东海有蛇，终日望天，雷也爆下，云上9天。惊雷落霞，漫天霞彩，终
不上九天，不成真龙，终玉石俱焚，神魂俱灭。这刀你进不了，这刀你拔不出，这刀你换不平。今日我便让尔等枭雄看看，什么叫潜龙出渊，真龙现世，传奇归位，麒麟抬头；什么叫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天下无匹，盖世天意。林月，你别乱来。林月。若你要是拔不出此刀，我将以天王之名，以宗师之力，将你斩杀于此。一条狗命，谈不上陨落，更不值得珍惜。林月，再进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了。林先生定能拔出。潜龙千日，屠龙一时。没反应，被揭穿了，接下来还什么退市、破产、下跪、道歉？我看等你的是生死还销、分尸灭族。泱泱大夏5000载，未曾一人匡如你。披着羊皮的狼，终究被撕开，里面藏着一只知恩不图报的野狗。年前我一时错爱，错养恶龙。年来江家盘踞中海，民不聊生，享龙千日。今日，这不可能！别死！这不可能！此刀是国主亲自啊，只有盖世天意林天玄才能拔出啊！吴远山，你可知罪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稽查，敬查，稽查，敬查，你不配！你，江总，可还有遗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拔出我主人的龙刀！你非天意，不可能屠龙！江飞燕，你自然不信，但也感谢你这些年的不相信。若不是江总急功近利，着急在上市之前将我抛弃，我林月这一辈子都还蒙在鼓里。享龙容易，屠龙更易。盖世天意是我的主人，这刀是他的，这衣袍也是他的。5年前，我放下万世荣光，放下所有身份，甚至放下你对我的崇敬，以高山祈求溪流，以穹顶祈求蝼蚁，让你和我普通人的身份结为夫妻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5年的真心换来的是你的欺骗、蒙蔽，换来的是你的心狠手辣、赶尽杀绝。不可能，若你是盖世天意，大可大大方方的能得到我，何必委曲求全5年？和我得到江总，大可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那张扭曲的脸、乌黑的心，配不配得上我林月？配不配得上我这一世书？我林月行军千里，济世万城，今日重掌龙刀，重披黄袍，巅峰重回，但你不在巅峰之上。现在高高在上的江总很清楚自己的丑恶了吗？太极黄袍，世尊龙刀，他真是盖世天意。5年前江家崛起，正是因为他一直要放。林月，你坐。宋小姐，请坐。今日旧后已死，新后登基，中海、红山海，请宋小姐登位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请宋小姐登位，请宋小姐登位，请宋小姐登位。妈妈，你应该坐在爸爸旁边。这绝对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们一个是江家的赘婿，一个是江家的佣人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原来这5年来，我日以继夜，是竹篮打水。原来
这5年来，我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你。原来是我窃取了江家下人的功劳。江飞燕，是你不知不昧，盖世奇方信守于你，你不知天恩。上今林家为天一世家，仰涛千年未露头角。若不是突遭灭门，林家岂能看上你这种凡尘俗女？这里还轮不到你苏小姐来指指点点。明月，我错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是我不务实说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明月，你一定想让我说是吧？可惜你听不到这么美妙的声音。明月，你能穿黄袍，能拔龙刀，你确有流放之姿。若非我亲眼见主人，还真的被你蒙混过关。主人，5年来，我从未正眼看过你一眼，便是因为我主人无上天一。你纵有千万之资，纵有毁城之能，但在我主人面前，你就是臭鱼烂虾，不过无赖之辈。我承认你的药方很神，但医术有高低，人命有贵贱。医术没有高低，人命不分贵贱。放肆！盖世医袍在你身上，但你绝无逆天医术。今日非但是江家上市，更是群医聚首。我主人必将亲至，国医无双，你辱不了。江总鸡鸣狗盗，鼠窃狗偷，何必道貌岸然，自视清高？今日多一句话，不会让你头高1分，气高1寸，反会让你做3分凹到7分位。大夏之内，国医为巅。今日我为巅峰，你为低谷，我为云巅，为井底，是吗？是吗？林月，你医术平平，心术不正，乃中医咫尺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废物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难道忘了上市之后江家要做什么吗？奶奶，上市被搞砸了。看来中海的医药要翻天了。群医之中，江家为尊，老太君亲临，我等恭迎。老太君，江家曾经是皇族公医，地位极高。今日江家宴请盟国群医，济世登台，议事显威。今日群医聚首，江家为尊。群医聚首，难医心病，心眼太窄，难同群医。要出大事了！西北桥如数云集，奔赴中海，同图中医呀！这群家伙早对国医虎视眈眈，江家医药崩塌，他们正在前往梧桐山庄，是要让中医名声狼藉，终将不胜啊！这可怎么办？天要塌了！诸位，今日大敌当前，家仇为小，国恨为大，希望我等摒弃前嫌，共迎大敌。中海医药大会本来是江家举办的，5年以来，百家江家为殿。现在江家医药退市，恐怕江家医药退市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宋家5年前也是医药世家，若不是为了救你，我现在还在开百草堂。大夏境内西医进行，我等为龙船之人，理应捍卫中医。现在江家倒台，他们群起而攻之，就连机票都被订空了。一经络，万物生，西医强攻，中医难守。开庄200亿！今日有我在，江家倒不了，中医倒不了。开桌赢100亿，开桌赢100亿。大会一开，林月，诸神降临，你还不退让？老太君说的没错，今日医药大会来的人都是中海巅峰，人上至尊。江家虽然退市，但中海医药大会还轮不到你这个下人来参与。对，江家垄断市场，是我们的眼中镜，心中刺。过街老鼠，人人皆打。林月，我们走吧。我们走，
中海医药大会有多少大人物，不得而知。我只知道医死人治百骨，医者面前众生平等。好一个众生平等！也只有你这样的废物，嘴里才能说出众生平等。越是渺小的人，越是渴望平等。但这世界终究不平。369等，高低贵贱，古导有之。这便是世界，这便是真实。林月，走吧。不过是一群三教九流、乌合之众，若古早有之，你等皆不配。天同期，地同寿，在我眼中，王侯将相皆是无种。好啊！今日医药大会等级森严，高下立见，身价100万的坐一桌，身价1000万的坐一桌，纵有盖世药方，你身为蝼蚁，没有资格上桌。什么时候医不以医术论道，而以钱招募？高低贵贱，古来有之。古往今来，神农尝百草，扁鹊治百病，白袍当前，众生平等，那只是底层的幻想罢了。平等只是上层用来压制底层的手段，你该不会以为众生真的平等吧？身穿白袍，尸位素餐，文田武溪，北魏充数。中医没有没落，没落的是肮脏的心，救人的手。衣袍没有脏，衣袍下的灵魂脏了。卑微低贱，坐山海之底，不思进取；处江河之陋，不懂攀爬。中医需要的从来都不这种夸夸其谈之辈。今日这中医大会门槛太高，你的身份太低，你做不了。是吗？是。朕家身份虽低，但身价100万，我有资格入桌。朕家持扁鹊帖，身家100万，入第4桌。北城侃家身家1000万，持扁鹊帖，入第3桌。钱家、坤家、逊家身家过亿，入顺位第2桌。到你们了，你们该不会想吃白食吧？中海宋蔷薇持神农帖，身价10000亿，坐哪一桌？疯了吧！神农帖身价10000亿，李月，你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江家倒台，我说过，江家这10000亿帝国都是你的。你要将江家10000亿帝国送给宋蔷薇？你眼界太窄，看不懂这世间繁华，那你就把狗眼闭上。好大的胆子！既然你想丢脸，那今天我便让你丢够脸，看看他的神农帖是真是假。文家紧随其后，以身卫道。训家将如法炮制，此护国义。宋蔷薇，现在怕了吧？查！你说什么？我相信他。宋蔷薇，你现在不知深浅。若是他拿出来的不是神农帖，你可知道今日你会成为中海之耻，万人唾弃。5年前，我因为他跌落过一次谷底，既然有了第1次，我就不怕有第2次。万里海底我去，千里高空我去，人间炼狱我去，千夫所指我也去。好，我就让你看看，你这次将输的兵败如山，溃不成军。查看他的神农帖。大声念出来！林月、宋蔷薇持神农帖，入侯桌。不可能！鳄鱼皮，凤凰羽，必然是神农帖。江小姐，还不快让开！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神农帖今日只有1份，乃群英之巅。天一之巅才能拿到。宋蔷薇只不过是江家的一个下人，就连我都没有资格，何况是他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见神农令，如见天意。林先生，请。龙国1000年来，药物费是闭门造车，如今西医盛行，中医没落，鸡犬也敢喝，龙凤起灭。蝼蚁也敢喝，日月争辉。查理斯，你怎么来了？查理斯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这里是龙国的地盘。什么龙国不龙国？这里医学贫瘠，病入膏肓。我等西医及时救人，
自当不请自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中医是垃圾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怎么你不服气？炎炎龙国，载5000年，岂是尔等小小之辈能踏足的？别说我不服，你问问这地下埋着祖宗的龙骨，他们服不服？先烈英魂，5000年积累，先后继，以死施药。我是尔等小小一具垃圾，可辱可灭。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们道个歉。道歉？不用。我刚才的意思是，我言过于实。你龙国的中医垃圾都不如，地沟里的银案自封瑰宝。你鼠子找死！反了你了！中医大会轮不到你来，抛头露面。垃圾还不承认自己是垃圾？既然如此，就让你看清你自己。这是要干什么？老太君身陷重病，浑然不知，张扬跋扈，医者不能自医，实为大忌。这位便是龙国病症最重之人，此人花费100万倾尽家底，就在1个小时之前求我们西医大救，10年之症不曾治愈。什么？老太君是龙国最病重之人，还求救西医？今日我等西医放下狠话，龙国境内若是有1人能有我100人其中之一，若赢了呢？不可能。我是说，若赢了呢？若是赢了，你们说怎样便怎样；若是输了，我要将这块牌匾挂在你们龙国中医协会的殿堂之上。那若赢，这块牌匾生吃活吞，细嚼慢咽。对，生吃这块牌匾。对，生吃这块牌匾。行，生吃没问题，只可惜你们有心兴汉，无力回天。你们的医术还不值得你们骄傲，不值得你们昂首挺胸。今日我等神医千里而来，就是要教你们医术不济，实力不够，就得低着头，哈着腰，夹着尾巴做人。放肆！今日群医聚会，岂是你们撼动的？对，有江家在，中医看不倒。有江家在，中医看不倒。话不多说，见真章吧。请江总出手。请江总出手。我乃天医之妻，救天可以，救人不行。什么？你不治病？中海之中，江家自称医高八斗，西医屠城，中医溃败，大难当前，孔明六出祁山，江总坐孙屋檐之下。你懂什么？他们还不配让我出手。月夜，快救救我！扶我下去！我是你奶奶，快救救我！奶奶，你风寒感冒，若我神针，犹如天医。在他面前，众生平等。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敢治。我不敢。蛇蝎心肠，老太君是你的奶奶，你却坐视名声，看等他死。随便你怎么说，我就是不治。为名声一会千里呀，众生浮屠，无人救世呀。千年寄养，不敌西医。挂上！等等，等什么等？蔷薇卑微，医术浅，愿以中医之名，尽微薄之。他不治，我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算无谋之辈，却是有勇之人；我算龙国威名，却是长城之砖。我虽卑微，但要践踏我龙国中医，需要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你的医术根本不足以跟他们对抗。小草轻薄，急草成山，沙粒微小，积沙成塔。银针落下，大势已定。没想到孙蔷薇虽为仆人，却医术精湛，要是江家主事，那医术还不得逆天？泱泱龙国5000载，是时候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了。我虽然没有江家的成就，但保国医书献丑了。奇迹，真是奇迹！献丑，确实是献丑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吐血了，没治好。试一下，完了，怎么会呢？按照步骤，宋乔薇的失真完全没问题啊。病入膏肓，急入骨髓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
治不好，什么样样龙国，什么5000年传承，中医不过江湖术士，骗人之法而已。当今世界，西医为王，中医蝼蚁不如。挂上，给我挂上，将这块牌匾挂在他们中医协会的门上。怎么会这样？还有人能治好他吗？谁来治好他？江家那是医药之巅，他们都治不好，我们怎么治？难道中医真的不如西医吗？这块匾真要挂在墙上吗？不，还有一个人可以治。对，还有一人。还有一人，撼山海，可退万里。苏子墨，不要躲鸡乱跳墙！你以为我不想治奶奶重病，回天乏力，与其落入敌人陷阱，不如作壁上观，求全自身。又想挨打了是吗？龙国自称古医1000年传统，我看是1000年饭桶。实不相瞒，我在来中海之前，已经踏平蒙国12州，泱泱龙国千古中医，就无一人敢出来应战。我一人足以踏平蒙国12州，更不要说我西医第一人还未出现。完了！难道真的就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吗？哎呦，西医当道，中医玩一下，天下崩塌，无人救世。先生，怀天下之大盘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林先生，一针定乾坤，一针定域内。龙国有敌，请真龙现身。主人，出手！你们上京第一神医，我是王天笑。你认识我师父？我王天笑自认医术浅薄，无法弘扬中医。我虽败，但我泱泱龙国必有隐世神医出山。哈哈哈哈！病急乱投医，怕死瞎吃药。第一神医尚且跪地求饶，凭他何汉中医？求林先生出手捍卫中医！求林先生出手共汉中医啊！有自取其辱，引火上身，文师荒淫。让我惹火，你还不够格。若无把握，便是在给中医蒙羞。你觉得我会蒙羞？不会，不过今天查理斯是有备而来，今日3000西医必定血洗一泡。刚才老太君的身体却与一样，七窍含骨，命门全封。你还真是看出来了，但是你看出来了却治不好。你们都可以来了，浩浩龙国千年孤立，不过土鸡瓦狗，人人都可以踩他一脚，啐他一口。这等龙国贱民站在他的头上拉屎，都没有任何怨气。到你了，他本来能活命，你现在这么一治，命悬一线。命悬一线，那是你们西医。西医廉价精准，快捷直观，只需一味药，方可起死回生。你治什么？中医治的不仅是病，更是气。武备不仅医高，气更高。既然你说你手里的是神药，我让你先治。医院孙子兵法讲究的是先发制人，强弱对峙才有兵法，人神对峙是虚碾压，谈何兵法？孙子就是孙子，用不上兵法。好，既然你要自取其辱，那我就让你知道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差距。一息之内，方可起死回生。这怎么可能？区区西医不过如此。我西医治不好，你中医更是望而却步，无谓之徒只省口舌之快。看好了，你爷爷只教一次，学不会便再问。2次治疗已经加重了他的病症，你这一针要是再下去，治不好的话，他必死无疑。治不好的是你，是你们高傲的文化，是你们不屑一顾的骄横，是你们百无一用的西医。提前之法，
林先生医死人治百骨，此乃天意盖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查理斯，你治不好的人，我龙国的林先生把他给治好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中医只是信口胡言，你们这是在作弊！我要让医学会封杀你！治不好人就封杀，这便是西医的传承。我本中医行医1000年，持久万里，眼里只有济世救人，而你们眼中只有利益。你们比不了的不是医术，而是气节。什么狗屁气节！让西医协会的人到了，也只有跪地求饶的份。拭目以待，尔等蝼蚁何汉天？区区农国不足冠事，学习中医当仁无存。西医协会到。尔等宵小，妄图屠戮中医，也不睁大眼睛看看。梧桐之枝，泰山之巅，长河之尾，渤海之滨，是谁？本是嘿。林先生，宵小之辈，称龙凤，柳叶刀期刊人物，詹姆斯，医术泛泛，不过如此。你一头，皇家医学院院长，亨利人品极差，不配为你。你矮一截。尔等西医气太短，命太薄，眼太窄，心太黑。尔等皆不配为医，见了我还不下跪？李院长，你怎么一个咋出来跪下了？不就是治病好了吗？我等请你救人10年，也没有1万，也要8000。你叫他什么？我说扎翠，再说一遍，我说这是搞恶习。让你满口胡诌，我让你坐井观天，我让你永远不识泰山。跪下！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跪下！不想永无天日，不想西医废土废儒，现在就跪下！林先生多有得罪，求林先生原谅。李院长，一个破中医，你这么尊重人家干什么？原谅你们。只要林先生愿意不计前嫌，什么条件我们都愿意答应。原谅你们可以，但你们退！我天一殿在龙国苦役，我等可轻移排山，行千里，赴渤海，盛世救人。我等可风霜白露，踏云霄，入轮回，乱世杀人。尔等宵小，何敢一试？我等不敢。走，走，恐怕入世容易，出世难。搅浑了这么一锅好汤，这就想走？你想怎么样？吃了，自断一臂，永不为医。什么？我说让你吃了，自断一臂，永不为医。你听不懂吗？何院长，你没看出来，看起来我们同样难事。如果有句古话叫士开山，不开路。今天他就是让天塌下来，你也拼着跪地求饶，有生无死。你吃，还是死？林先生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？你给我等着！等着！回来！让才，多亏我的孙女江飞燕逆天改命针。什么？老太君，刚刚救你的人好像是林月，江总不愿意救你，连碰都没碰你一下。众所周知，天医一脉，玄气为真。我自己的病，我自然知道。多亏了我孙女江飞燕，天医为气，以气救我。你确定？我自己的病有什么不确定？悬丝诊脉，3针为限。我刚刚只是施了第1针，若真是江飞燕将你治好，那剩下2针我误施也可，对吗？你说什么？治病不治全，你枉为天医！林月胡说八道，一乱苍天，这病根本不是你治好的，是吗？是江家医术逆天，今日你有幸窥视泰山一目，渤海一隅，确实是。看来你确实不知道行将就木，运膏肓。我身体硬朗，至少还能多活20岁。 20岁，20秒，差不多。放肆！
这里轮不到你叫嚣。放肆的是你，滴水之恩自当有权相报。火海倒灌，你却反目成仇，病染膏肓。天意就是，我能施针带你回人间，也能拔针顺入地狱。黑月越说越离谱，那得让你看看。怎么又吐血？林月，林月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林神医，我求你收了神头。收也可以，现在他跪下，天不收你江家，收。江飞燕主错5年，还不认错。林月，这便就是你的目的，捣乱我江家上市，害死奶奶！我说过，今日你江家会是破产，下跪道歉。可惜你今日来错地方。是我江家医术不如林家，但江家之后曾有之手，可撼苍天。我若以命相搏，今日你未必能赢。欠命一条，何以为？来人！今日我江飞燕以血请令，私散家财，号令天下，群雄着陆，可调总师10万。天一殿始皇通缉令，原来江家崛起了天地的威胁，这下完了！天一殿10万宗师即将到场。黎月，现在跪下，否则100尺之内见你血。血皇令，厉害吗？那是自然。记住，若你与林月结发5年，5年后以血请令，可动天一殿10万宗师。谢谢主人。今日血皇令出，我江飞燕散尽家财，也要和你以命相搏。你命格太微，道行太浅，无以为国。5年来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你有多窝囊。你若有钱，宋蔷薇也不至于在江家为奴；你若有势，你的女儿也不至于与狗同舞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也是，这5年我就是太照顾你这只狗的感受了。这一切我做的太光鲜亮丽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不要！5年来，你只是温水之蛙，你对他们不闻不问，坐视我江家山口。今日有何高傲之有？你不配当一个父亲，你更不配宋蔷薇对你付出的一切。喂！还敢动吗？啊！江少爷，江少爷，江少爷，求求你！江少爷，可别了，求求你！他有哮喘了，把这个药给他，救他！想救那个野种啊？喂，从这儿钻进去。江少爷，谢谢你。张良，你干什么？
这药是给人吃，野狗可不配吃。烈阳之下，巨灯有黑。那又如何？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，乃当世之道。你说什么？5年前你瞒天过海，拿走本应该属于宋蔷薇的一切，恶毒之魔断足黑暗，吕阳入眼，尚有感恩。你夺宋蔷薇通天之功，不懂感恩，变本加厉。你是恶魔，不配存于人间。恶魔又如何？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。天威浩荡，东施现世，我散尽家产赠东施10万，你用什么给我兑？用我这一世荣光，图你满身黑血，10万宗师还多少？图多少？点燃烽火！林月，你是不是逼急了？我承认你医术奇高，能逆天而行。可风何为何物？你可识得？烽火为北疆之火，为苍天之怒。放肆！烽火乃北疆护城，北疆烽火一燃，苍穹之下，国土之内，千军浴血，万马同奔，举国之力，以汉北进。无知愚昧，这烽火的作用只有援兵持北境，更不要说你为斗力，想动千军，男人做到你这样，可笑可悲呀！浩荡人间，猪狗，我配说话？你找死！老子好歹是北境服役而归，虽不为至尊，却为超凡。作为男人，你无权无势，你保护不了脚下的土地、家里的父母、身边的兄弟、怀里的女人。你国破家亡，兄弟惨死，女人受辱。林月，路边的狗都要低看你。敢这么跟林先生说话，看你是不想活了。给我走！你敢打我，还敢杀你！烽火起！林月，私点烽火，这是死罪。姐，风狮如龙，还不现身？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狗吠3声，群狼必至。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底气？他的底气是我。烽火已点，诸神就位，尔等宵小，可知此刻冒犯是谁？国士无双，盖世风华，千里之外一骑绝尘，万军战神沈潇潇。沈城主来的正好。这家伙擅自点烽火，你有意见？自然有。还有谁有？中海全家以身撼烽火，中海坤家一命撼烽火，中海训家以命撼烽火，中海耿家以命撼烽火，中海镇家以命撼烽火，中海黎家以命撼烽火，中海侃家以命撼烽火，中海江家江城以命撼烽火，以命撼烽火。你要撼烽火？我撼还是不撼？我等北境归来，等以命撼烽。条狗命不配撼烽火，烽火乃我所点，谁有意见？城主，你为了一个废物点燃烽火？你说他是废物，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保护不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也，我说。林月，这就是你的底气！原来你和沈城主认识，10万宗师在此，战神已在尽数陨落。烽火已点，战事将起。再点。主人，这一道烽火可图一城，可撼一国。我说，再点。再点烽火。第2道烽火，千骑将至，可图10城。再点。主人，点多少？
点到所有人看到他的恶行为止，点到所有人知道他的委屈为止，点到天塌下来为止。明白。本来还要想一个理由送你去泥泽黑暗，没想到你自破寰宇。动手！主人，没想到你还有点实力，这些年藏身在江家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惹怒的到底是怎么样可怕的存在。我好怕呀！金字塔不会倒，天不会塌，10万宗师你屠不尽，剿不灭。林月，你纵有万千手段，今日在这里，你也不该触碰苍穹之上的天。何为天？龙国之内，盖世一婆为天。错，大夏之内，您为天。满腔热血，孤勇无用。今天我姐你动不了，老子说的。江少，这种时候还要您出手，真是劳烦您。无妨，南海是国土，更是大夏的第一道防线，防的就是这等生肖之辈。喂，哥，今日天机出山，有人祸乱天一殿。千真万确，此人不图。天一若真的出山，祸害千里。不龙火，赵风雨。沈战神，好久不见。赵风雨，没想到你也是江家的一条狗。宗都，今日你妄点烽火，该当死罪。我赵光宇作为南海战神，自当有理，替天行道，杀贼平乱。你可知道他是谁？爷说是点燃烽火，就是踏平中海，也无人敢蹙眉看他一眼。你现在给我跪下，我就当你为救妻女饶你一命。我若不呢？你若是不跪，今天他们将是我玩物。再说一次，他们将是我胯下玩物。找死！伏羲九阵，第6阵。赵战士，一根银针而已，对你来说不痛不痒，还不快将它缉拿在手！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！你赵战士，你那是做什么？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。你可知道那是伏羲九针？一针可定乾坤，逆天地。伏羲九针又怎？伏羲九针天下无双，也难和天一殿媲美，不是吗？是吗？你可知道，不是伏羲九针，唯独盖世天一林天玄。这不可能！你说他是林天玄？不可能！5年前我受命于盖世天一，和林月相守5年，那人绝对不可能是林天玄。林月，你是盖世天一？我说了，今日我为龙，你为凤；我为王，你为后。可惜了，鸡飞龙祸。伏羲九针一共9针，刚才你用过了6针。你医术高超，几近神明，但毕竟你不是真神。你是说真正的林天玄会是伏羲九针？对，不止伏羲九针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扒下你的假皮。悉听尊便。这个号码我5年未曾拨出，今日是你自取其辱。答案随便答，就害怕5年以后你的主人都不认识你这个野狗了。死到临头，你还嘴硬！主人，请您出山。中海香妃院拜见天一，若天一愿意，今晚我江飞燕的身体便是您的。5年时间，5年内若你能和凌月相处5年，5年后我便会以真面目示你。明白，主人。
你，我说了，5年了，你的主人不会再要一条野狗，更何况是一条恩将仇报的野狗。如何？林月，他是盖世天一，一针定乾坤，一针护山河。白袍救身，黑袍杀人，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匹。现在跪在地上，为你5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的主人可以是任何人，绝对不可能是你。夫妻九针，也不可能是得住。你说的对，不配当我脚底下的狗。林月，今天你装够了。时间到了，我的主人也应该来了。5年前，我曾亲眼见过他，我很确信不是你。如果我记得不错，你应该没有看过我的脸。我是没有见过你的脸。那一日，我见天一，他身穿龙袍，是龙飞凤，整个中海能着此袍之人，恐为数不多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中海能穿此袍，唯有帝都之子，中海之王，盖世皇子。七皇子？怎么可能？林月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可惜迟了，你已经彻底惹怒我了。是吗？我倒是没听说这地宫之内还有人邪气。愚蠢！林月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我江家祖上便是地宫太一，地宫之中还真有一位皇子素爱成一。到时候别说这个宋蔷薇，就连那个高高在上的总督也是我一个网路。你刚才4点烽火，不是很嚣张吗？你说什么？身材还不错，今天晚上你可以好好伺候伺候我。行啊，那你伸手好好摸摸。主人，大势已去，我们先走吧。走？若真是七皇子，今日饶是您也毫无胜算。我非但不走，我还要在这里等他来。来这里，好好给我跪下。了吧！你居然让七皇子给你下跪！我本以为你只是目中无人，没想到在你眼里连天都放不下。那也得他配当这个天。七皇子若来，你必然没有任何胜算。难怪呢，七皇子一直都没来，肯定是因为他太过于恶心。七皇子都不想登台，但是他不敢来。李月，你眼瞎了要说看见了光，耳聋了要说听到了雷，舌头断了还敢说你尝到了人间美味。恭迎七皇子！林月，你虽为北疆天一，但你目中无人，藐视皇权，当死！你说5年前扶持起来江家的事，在鬼谷阁见江飞燕的事，行掌天下一脉，统领众生浮沉的也是你，不是我？难道是你？江飞燕都说了，5年前见到穿龙袍的那个人是我。若是你，那我是谁？白袍救世，黑袍灭世。这不可能吧？这真是黑袍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月有意思，黑袍灭世。今日皇权浩荡，岂有你乱了分寸？七皇浩皇权，不可是苍生，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人。众生向来平等，平等只有畜生还讲平等，只有弱者还渴望平等。哪怕你真是盖世天一，我当斩你发，削你眉，没有这个资格。林月，你疯病不浅，七皇子在这，你还敢行下犯上？黑袍又如何？在七皇子面前不值一提。就是七皇子统领3军，制衡中海，我女儿能搭上七皇子的线，乃此生殊荣。能成为七皇子的人，江总果然是好手段呀！往后啊，还需要江总多照顾。七皇子，林月以下犯上，倒反天罡，还请七皇子拨乱反正，普度众生。传闻天一殿白袍，千里行医，万军开道，上救鬼神，下救苍生。更有传闻，白袍救世，受恩惠者千千万。
黑袍灭世，所有受过白袍恩惠者不远万里，赴山海之约。今日我倒要看看黑袍之怒到底有多强。那你今日也看到了。司马琼，你来的正好。禀七皇子，西域战乱，群雄着陆。什么？1分钟前，世界所有强者从西域暗渡入，顺烽火而来。谢太极黄袍、白袍之恩，报太极黄袍、黑袍之仇。这便是封天的手段。4境之内，8方之中，西域为最弱。若天一殿的实力止步于西域，这一身黄袍不愧称之为太极。什么才能称之为太极？无极生两仪，两仪生4象，4象动8卦。所谓太极，能掌万物，撼动天地。你觉得我撼动不了你？区西域不足以撼动，是吗？别报来！5万千乃我地宫亲卫，骁勇善战，千里单骑，悍斩宗师1万，我皇城千里。这次应该是好消息。七皇子，大事不好了！东海突然出现无数不明敌机，东海防线千里一血，溃不成军。不可能，一定不会有事。怎么了？南海失守，兵败如山，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——钢铁长城北境。对，钢铁长城北境，北境极寒为最强堡垒，当初百国围剿，北境风雨不动。爷爷，你的日子到头了。北境行军千里，即将亲至。北境战神4域之内最强神，表示我皇城之子是10年难得一见。北境战神到底在干什么？北境战神到底在干什么？身为战神，不跪皇族，你可知道这是灭族之罪？北境战神，你聪明一世，无毒一时呀！再进一步，这一世功勋将毁于一旦呀！北境战神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 10年磨一剑，一朝使寒芒。杀了他！北境端木荣成率千军还白袍救命之恩，随黑袍灭世。行军令在，北境众人受命于天，永随天意。怎么会？连北境战神都听他的？即便他真的是盖世天意，那怎么会让整个北境都屈服于他呢？你低估了太极黄袍的力量，你也低估了盖世林家天一的力量。天一再高，难撼皇城。天一撼不动，我可以。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你敢在这里造次？林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此女身份卑微，有眼无珠，目光短浅，恩将仇报，我早就忍不下去。若非她是您的仇人，今日她的债应该如此。你，七皇子，他居然敢动您的人，还目中无人！林月，今天完了！你本一身医术，盖世无双。若你今日你肯向权贵低头，尚且可以饶一条命，今天你无路可退。我可以无路可退，但他还够可爱，对。对。你怎么？七皇子，你认识他，只是一条贱命而已，有点权势，还轮到你来惦记他？你懂什么？这便是你的底气。我的底气从来都不是任何人，而是自己。皇城大祭司苏子墨，的确在皇城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上护龙泉，下斩奸臣。什么？他竟然是皇城大祭司？你刚说我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是皇城大祭司。我是大祭司，你就敬我；我若不是，你眼里便目无王法，对吗？
问你话，哑巴了吗？舌头是不是不想要了？不，你不是。若你是大祭司，从一开始你就应该为他站台，为什么现在？今日我来，并不想出手。大祭司替天巡猎，从未参与民间纷争。我来这里，并非为林业证。那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等一个人。苏子墨，你等我？对，你为了这个畜生要与我为敌？杨比天，大祭司上审黄泉，下护汤生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今日来是为了审我？那是自然。老子何罪之有？年前林家灭门惨案，你为龙首，他们为龙尾，我林家上上下下上万人，尸山火海，血流成河，满城戾气，直冲云霄。一个不留，杀一人，将百姓。大人，林家世代相依救人，为国为民，为何落到这等下场？一个不留，尤其是叫林月的。快找到他！这小子中毒了，跑不了多远。别怕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林家天一，真龙传承，扁鹊后裔，盛世为一，万世福神。今日我传你伏羲九阵，下报家仇，上救昌盛。我林家千年行医，百世救人，而你我林家满门，今日黑袍加身，无为当世阎罗。来人！来人！这是神石被封。林业，送几个死人过来，就想在这里审判我。马南山5年前为骠骑大将，率10万黄巾军为左前锋，攻我林家西门。是，可你又如何证明这是我干的？马南山已昏死多年，5年前他被人推下护城，跟死人没什么区别。你带他来，不用。伏羲九针起死回生，林家伏羲九针。马南山5年前可是七皇子害你攻打林家？是，七皇子惨绝人寰，天道不容。你罪臣马南山提议审判七皇子。马南山，凭你一人之词，翻不起什么，卷不起什么云雨。为人子时，围攻林家，东城将军罪臣为人子时，提议审判七皇子。东方战围攻林家，南侧将军罪臣东方战提议审判七皇子。罗宏远围攻林家，北侧将军罪臣罗宏远提议审判七皇子。林家天一济世救人，护国有功，满门备战，天理不容，罪臣求苍天还礼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话说，我有什么话要说？就凭我是皇城之子，中海之主，压你们一头，踩你们一脚，你们也只有坐上闭关，尽力讨好他，杀了也就杀了。龙国天一万千，就算我把林家连根拔起都不足为惧。就凭你敢审判我？你说凭你是中海之主？对，那又如何？林月，
最可惜的是你没死，没让你亲眼看到林家人跪到我面前苦苦哀求的样子，没让你看到他们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没让你看到那些男人五马分尸，女人夜夜惨叫的样子。今日中海易主，易主就凭你，还是凭他？剑来！一个大祭司，随手可杀，你还真以为你能为难得了我？七皇子，还不快认罪服诛！认罪？5年前林家就有造反之气，我这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中海易主，我看你用什么让我易主？剑来！这把剑我否让东海易主。公于上方宝剑。这不可能，您成了尚方宝剑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是天一殿功高盖世，也断然不可能拿到皇城的尚方宝剑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认罪服诛；二，宝剑赐死。你动不了我，尚方宝剑也动不了我。错就错，不该用剑尖指着我。皇城4大宗师，七皇子竟然是其中之一。林月，我今天敢来，就敢杀你！你敢？不可能！七皇子竟然是大宗师，如此强悍，义公竟然不知。林月，快走！大仇未报，我为何要走？宗师之上，人间无敌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林月，走吧。我是留得青山在，怕没柴烧。可惜呀，等不到今天。住手！吸九针，全数进出。不错，不愧为盖世天一。可惜了，你为盖世天一无用。这九龙至尊，自启东来，九龙为尊，你竟然也是大宗师！跪下，给林家无数天一磕头谢罪。林月，你虽为强悍，紫气东来，九龙为尊，怎是你一个凡人可以拥有的？区区贱民也敢学九龙？今日你死定了！剑来！皇城知道这件事，你有死无生。七皇子的穿云箭，要前往一趟吗？七皇子发出穿云箭，必然有急事啊！看样子他们见面了。起身，走！摆架！林月，穿云箭回应：今日谁也走不了。林月，快走！七皇子虽然犯下滔天大罪，虽然他灭了盖世林家，但他毕竟是皇城之子。以他现在的实力，皇城定会既往不咎。林月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没机会了。哈哈哈哈！走，现在才知道怕了。今天谁也走不了。来人，关门打狗！不用走。好，既然你不走，那我就留下来陪你。你不怕死啊？5年前我救你的时候，就没有怕过死。好，既然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一对苦命鸳鸯！今日你们都要陨落在此。是吗？是吗？恭迎帝君！父皇，您来了。这些年，儿臣将中海治理的井井有条，还请父皇明察。你长眼呢？没看见谁来了吗？还不跪下！林月，快跪下！父皇，您跪下！啊！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跪下！你没有听见吗？孩儿不懂，孩儿何错之有？不明白，那你就好好想想，
还是为国为民，自知上对天地，下对子民。愚昧无知！你以为林月为何会有尚方宝剑？你唯一大祭司会出现在这里？除非皇权受益，你还真以为聪明绝顶？父皇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以为四灭林家，你自己还不知道这是为何？穿上龙袍，当不了太子的是你！原来您早就知道，庙堂之高，自然纵观天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。一个林家，父皇你未免也太重视了吧？林家，你明知林月是你的大哥，你私自灭了林家，心狠手辣，不愧为证。什么？林月是七皇子的大哥？这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林月他不是天一吗？他是降了多少身份才和我在一起？完了，据说当初七皇子被逐出皇宫，是因为影响太子继位。难道这李月是当朝太子？传闻中，帝俊曾爱慕以为仙妃，一手决定能救苍生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林月是和那位仙子的孩子。父皇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些年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林月手持伏羲九针，继承他母亲的医术，行医千里，而你目光胆怯，刚愎自用，你不配为我儿子。黑袍救人，为他自己所救；黑袍灭世，为天下所击，我为所击。林月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父皇，饶命啊！父皇，我是你儿子呀！父皇，来人，脱下去斩了！父皇救我呀！父皇，恩将仇报，不配为人，一起斩了！这老人家，帝君饶命！帝君饶命！饶命！林月，这几年你受苦了，和我一起回地宫吧。5年前，林家被灭，我羽翼微薄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话？哇！20年前，我母亲为了你放弃了一切，你怎么不保护好她？林月，你听我的，你的母亲并没有死。什么？你的母亲并非常人。20年前，我与东海遇难，那天双月同天，我本应该葬身于东海。之后，我听到了一声龙吟，一条白龙拖去了巨船，风雨停，山海闭。你的母亲已有千年之痒，凡人是杀不死的。这是你母亲让我留给你的。2月2，蓬莱岛，龙门开，仙人线。